上个月，苹果发布了 M5 Pro、M5 Max 的2026款 MacBook Pro 啊，机器本身并没有什么外观上的变化，所有的变化都集中在这两颗处理器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看看这代 M5 Pro 和 M5 Max 处理器到底有什么变化。那为了更有参考性啊，我们凑齐了两台14寸，分别是低配的 M5 Pro 15+16核的版本，中配的 M5 Pro 18+20核的版本，以及顶配的16寸 M5 Max 18+40核的版本。那我们这期呢会从 CPU、GPU、散热、续航、游戏等几个方面来一起聊聊这台 MacBook Pro， 来带你全方位认识一下目前最强的 MacBook。这次 M5 Pro 和 M5 Max 相较于之前最大的变化就在于使用了模块化的 chiplet 设计。CPU 部分和 GPU 部分分成了两个 chiplet， 并用先进封装技术连在一起啊，它比较类似于英特尔从 Meteor Lake 开始使用的封装方案。那这样的好处就是 CPU 和 GPU 在一定程度上就解耦了。那比如说这次的 M5 Pro 和 M5 Max 两款定位完全不同的 SoC 啊，它们的 CPU tile 部分其实是共享的，也就是说满血的 M5 Pro 和 M5 Max 有着完全相同的 CPU 配置。都有6个超大核加12个大核，总共18个核心。那作为对比呢 ，M4 Max 是12个超大核加4个小核 ，M4 Pro 是10个超大核加4个小核啊，看起来好像超大核变少了，对吧？那我就必须得给你好好聊聊这次的新 P 核了。那苹果从 A10开始做大小核呢，一直都只有 P 核和 E 核两种核心啊，不管是手机的 A 系列还是电脑的 M 系列处理器，都是在这两种基础核心的基础上配备不同的数量。那苹果的超大核没什么好说的啊，非常强。单核性能可以说是业界最强。那 E 核呢，能效不错 ，IPC 也不算低，但问题在于 E 核的后端设计，它是面向低频场景的。即便在基础版 M5 上，那6颗 E 核的频率也不过刚刚超过3G 赫。实际上，它目前和频率已经高达4.6G 赫的超大核是存在着比较大的性能落差的。于是，在 M5 Pro 和 M5 Max 上，苹果把原先的大核改名变成了超级核心，并且引入了全新的性能核心啊。这颗性能核心是一颗7宽解码的核心，它的核心规格和同频性能介于超大核和能效核之间。虽然性能核心的规模比超级核心小，但是频率却不低啊。这12颗超级核心的最高频点都高达4.4G 赫，那这颗核心的调频范围也是比较宽的，你可以看到最低频点可以到 1.34G 赫，超大核也可以下探到 1.3G 赫。就是不知道在取消了 E 核之后，续航会不会有问题啊？那我们待会儿也会来实测一下这3台机器的续航表现。那么这颗全新的 P 核性能和能效表现到底怎么样呢？这代 M5 Pro 和 M5 Max 的 CPU 部分实际上是分成了3组 cluster， 每6个核心为一组，也就是6颗超大核是一个单独的 cluster，12个 P 核分成了2个 cluster。那我们用最直观的方式来看看新核心满血输出时的能效表现。我们分别跑了只有6个超大核和只有6个 P 核的 Cinebench 成绩。先看看 R23 里的表现啊，那6个超大核的成绩为14000分出头，此时 SoC 功耗大约是45瓦。而在只激活6个 P 核时 ，R23 的成绩为11000分出头，但是此时 SoC 功耗就下降到了只有20瓦左右。也就是说，这个新的 cluster 用1半不到的功耗做到了超大核大概78%的性能啊！难怪这次的 CPU 布局有这么大的调整。那我们也测试了单核成绩 ，P 核的单核成绩是1930分，这个成绩是超大核2579分的75%，频率和 IPC 加起来的差距大致就是这样了。那么在内存压力更大的 Cinebench 2024里，超大核速呢可以跑到1084分，而6个 P 核则跑出了702分的成绩。这个性能损失是明显比 R23 来的大一些啊，看起来 P 核的思路有点像现在英特尔的 E 核，核心性能和 P 核的相差不算特别大，但是内存和缓存性能是会有一定的牺牲的。从内存和缓存的延迟曲线上来看啊，超大核和大核在内存性能上的区别是很明显的。首先，两种核心的缓存容量就不一样，而在出缓之后，内存的延迟差别也很大。超大核可以做到100纳秒左右的内存延迟，这个和同样搭载 LPDDR5X9600 的 Panther Lake 在类似的水平上。而 P 核的内存延迟就要来到300纳秒左右了。显然，针对内存延迟敏感的应用，还是必须超大核出马。那搞清楚了新 P 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就该请出 Spec 2017来看看这个全新核心的单核性能到底是什么水平了。那最终我们跑出来，它超大核跑出整数12.4分，浮点18.4分的成绩，而这颗新 P 核呢跑出了整数8.73，浮点12.57的成绩。那这个成绩相较于前代的 M4 Max E 核来说，可以说是脱胎换骨。那如果你和英特尔最新的 X9388H 对比的话，那这颗 P 核的性能就介于英特尔的 P 核和 E 核之间。那如果我们对比单位频率下的性能的话，你会发现这次苹果的这颗小一点的 P 核，单位频率下的性能其实是比英特尔的大核还要稍微高一点的。那这颗新核心是真的一点都不弱。那至于超大核，依然是业界最强的核心，这没啥好说的。
和 CPU 部分的惊喜相比啊 ，M5 Pro 和 M5 Max 的 GPU 部分呢，则是正常的升级迭代，主要是换上了 M5 的新架构。那规格方面呢，依然是满血 Pro 20 CU、满血 Max 40 CU 的规格。当然呢，我们已经聊过很多次啊，苹果这代 GPU 显著提升了效率，大幅增加了光追性能，增加了神经网络加速单元 ，AI 相关的性能也因此得到了相当大幅度的提升。那毕竟和秒天秒地的 CPU 不同啊，苹果的 GPU 面前还是有 NVIDIA 这座大山的，所以我们这次也会来看看这颗新 GPU 在规格拉高之后，性能大致相当于什么级别的 N 卡。那么到这里你应该已经基本了解这两颗新处理器了。那 M5 Pro 和 M5 Max 啊，简单总结一下，这一代使用了 Chiplet 加高级封装技术，两颗 SoC 共享同一个 CPU tile。它们的 CPU 是完全相同的，而 GPU 部分呢，则是20 CU 和40 CU 的规模，与之匹配的内存位宽是256位和512位。CPU 的 P 核规模比超大核小，但是 4.4G 核的最高频点不低，并且新核心的高频能效表现相当不错。那你已经知道了这些基本信息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一步的性能测试了。我这次给你们凑齐了这3种规格的 M5 Pro 和 M5 Max 啊，分别是最低配的14寸15核加16核的 M5 Pro， 目前拼多多上价格大概是1万5出头啊，那我相信这台也会是最多人可能购买的型号。那中等配置的14寸加满血 M5 Pro 的配置呢，我们会拿这台机器来看看满血 M5 Pro 的 GPU 性能如何，因为它们的 CPU 相同啊，我们还可以对比一下14寸和16寸散热能力的差距大概有多大。那最后就是这台满血的 M5 Max MacBook Pro 16了，8+128的配置啊，我真没啥可介绍的了。那作为对比，我们还准备了顶配的 M3 Ultra Mac Studio， 这依然是目前规格最高的 Mac。两台机哥的钥匙16 Ultra 笔记本，那 CPU 呢都是275HX，GPU 则分别是5070 Ti 和5090。这套模具的散热能力相当强啊 ，CPU 可以干到200瓦以上的持续功耗 ，GPU 也能跑满 NV 的功耗墙，很适合代表 Windows 阵营旗舰游戏本的性能水平。那么咱们现在就来看看它们的性能表现吧。要说明的是，满血的 M5 Pro 和 M5 Max 在 CPU 性能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的 CPU 基准测试部分只会出现 M5 Max 和低配版的 M5 Pro。那 M 系列处理器在 Cinebench R23里一直不太占便宜啊，满血的 M5 Max CPU 在这里跑出了超过36000分的多核成绩和接近2600分的单核成绩，满载时的 CPU 功耗大概是80瓦，那这个分数和200瓦下的 275HX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那 R3 这个成绩其实相当于130瓦下的 275HX， 那确实比前代的 M4 Max 的多核性能强了不少啊，即便是最低配的 M5 Pro 也已经超过了上代顶配的 M4 Max。而在更新、对内存性能要求也更高的 Cinebench 2024里 ，M5 Max 就完成了对200瓦 275HX 的超越啊！即便是最低配的 M5 Pro， 同样可以超越前代的顶配 M4 Max。Cinebench 2026里也是同样的情况 ，M5 Pro 低配版已经超越了满血 M4 Max， 而 M5 Max 也比200瓦的 275HX 更强一些。但 Mac 里目前 CPU 多核性能的天花板还是 M3 Ultra。那接下来呢是 GPU 的基准性能 ，SandyMark SteelNomad 的两项测试里。M5 Max 的性能基本上和笔记本5070太接近啊，比 M3 Ultra 要弱一些。M5 Pro 呢则要弱于5060，基本上接近于 M5 Max 55%的性能，而低配版的 M5 Pro 则要相应再低一点。而在光追侧向 Solar Bay Extreme 当中 ，M5 Max 已经赶上了 M3 Ultra， 并且和 M4 Max 拉开了差距。看起来这代 GPU 在光追性能上的提升确实很显著。接下来看看 Blender 5.1 的测试啊，在 CPU 渲染性能测试里，基本上和 Cinebench 2024里的情况差不多。M5 Max 略强于200瓦下的 275HX， 低配的 M5 Pro 则稍强于 M4 Max。M3 Ultra 则比移动端的几款 CPU 都更强一些。GPU 渲染性能测试里面的 M5 Max 强的有点离谱啊，不仅追平了自家的 M3 Ultra， 而且还做到了和5090 Laptop 持平的水平啊。在 Blender 这种纯光追侧向里，这代 M5 系列的 GPU 非常强悍，比 M4 Max 几乎强了40%以上啊，这个代际提升是非常大的。那其次压缩和解压性能测试里面呢，满血的 M5 Max 压缩比200瓦的 275HX 更强，而解压要稍弱。那低配版的 M5 Pro 呢，则比 M4 Max 稍微弱点。M3 Ultra 则凭借着更多的核心以及夸张的1024位的内存位框啊，在这里的表现非常的强。那考验 CPU 性能的 Xcode Benchmark 编译性能测试里面呢 ，M5 Max 直追 M3 Ultra， 低配版的 M5 Pro 也有接近 M4 Max 的表现。那在综合生产力测试 Adobe 全家桶当中，单核性能较弱的 M3 Ultra 在 PS 和 AE 里甚至没能打过低配版的 M5 Pro， 而两台游戏本在 PS 里的表现很显然比不上几台 MacBook。那275HX 的单核性能在这里是比较吃亏的地方。那 AE 里面啊，凭借着 N 卡的优势，笔记本版的5090可以说是一骑绝尘，而 PR 呢则更吃 GPU 算力和 CPU 多核性能综合的表现。那这里 M3 Ultra 就拔得头筹，而 M5 Max 在笔记本组别里拿下第一。
我还测试了苹果自家的 Logic Pro， 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大分轨拆分器，它可以把一首歌用 AI 拆成不同的乐器分轨。那它也可以调用 M5 系列的 GPU 里面的神经网络加速单元了。那我们记录从开始拆分到完全加载出每个音轨波形所需要的时间。最终 M5 Pro 和 M5 Max 在这里表现非常优秀，即便是最低配的 M5 Pro 也可以干掉顶配的 M4 Max， 而顶配 M5 Max 则轻松干掉了 M3 Ultra。果味 Tensor Core 在这个方面确实是非常有帮助的。但不过要说神经网络加速单元最有用的地方，那还是得本地运行大模型。我们本地部署了千问 3.6 的27B 和 122B A10B 两个模型那 Mac 平台呢使用 MLX 4比特量化，N 卡平台使用 Llama.cpp 跑 CUDA 方式的4比特量化。那 27B 模型的工作方式比较传统它是激活 27B 全部参数量的模型。之前的 M 系列处理器显存可以选得很大，带宽也比较高，所以 decode 速度还不错，但是 prefill 速度一直是比较偏慢的，所以在大一些的模型里面，你要等待第一个 token 出来的这个时间是偏长的。那很显然呢 ，M5 Max 这代的神经网络加速单元帮了大忙。相比较于 M4 Max 这一代的 prefill 速度提升了有 2.5 倍左右比 M3 Ultra 甚至都要快86%之多，甚至于 M5 Pro 都有着 M3 Ultra 级别的 prefill 速度。decode 速度也有可观的提升，和 N 卡对比的话呢 ，prefill 和移动版5090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但 decode 速度呢则差不多。那至于比5090更低端的移动版 N 卡，则由于显存太小，他们就没办法正常跑 27B Q4 级别的模型了。所以 Mac 在这里统一内存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因为即便是最低配24G 内存加入门版 M5 Pro 的机型，你至少本地正常运行 27B 模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另一个更大的模型，那真的就是 Only Mac Can Do 了，因为 122B A10B 这样的模型其实非常适合部署在 Mac 平台，因为这种7书 MOE 模型的运行方式是加载全部 122B 的总参，但是每次推理只激活其中10B 的参数量，所以它需要大量的显存容量，但是对计算能力的需求反而不如27B 高。那这次测试中能本地顺利运行的，只有这几台内存容量超过 128G 的 Mac 机型。M5 Max 依然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它 prefill 速度比 M3 Ultra 更快，而 decode 是相当。要我说，目前最 AI PC 的笔记本可能还真得是 MacBook Pro。综合看下来 ，M5 Max 在生产力方面的性能表现是非常出色的。那 CPU 方面呢，基本上它可以超过英特尔这代的 HX 处理器，即便是200瓦功耗强的版本，也基本上只能做到接近满血的 M5 Max 和 M5 Pro 而已。看起来这代的全大核策略非常奏效这颗 CPU 的表现确实非常强。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你的工作是以 CPU 负载为主，那这次你直接买 M5 Pro 就可以了，因为高配版的 CPU 性能和 M5 Max 完全一致。而低配版15个核心的版本也足以超越前代满血的 M4 Max 而且14寸笔记本你在 Windows 阵营里是没有像275 HX 这样的 HX 级别处理器可以选的，因此目前的 MacBook Pro 14就变成了一台非常独特的选择。唯独可能需要担心的是14寸机型的散热应付这代处理器火力全开是有点费劲的，所以性能相较于16寸肯定是会打些折扣的。那么具体差距如何呢？我也帮你简单测试了一下。那么在都开高电量模式的情况下，在 Cinebench R23的15轮循环当中，16寸的 M5 Max 直到最后一轮也可以保持在35000分以上。在风扇转速还没起来的时候呢，会短暂跑到34000多分，整体上是可以发挥出满血的 CPU 性能的。而高配的 M5 Pro 的14寸 MacBook Pro 上，最开始可以跑到34000分以上，但是随着测试的进行，最终稳定下来的分数是不到32000分的。那这个性能比起16寸会有着10%左右的性能损失。而低配的 M5 Pro 刚开始是3万分在15轮测试之后稳定在了28500分左右。你会发现，由于散热能力的原因，14寸机身里面高低配的 CPU 在持续性能上差距并没有很大。不过，即便是低配版的 M5 Pro 降频之后呢，也一样能够超过前代顶配 M4 Max 满血的性能，所以这代 CPU 我认为是很良心的。那我也给你们测试了一下这几台 MacBook Pro 双烤的情况。那在10分钟 R23 加 3D Mark 循环之后，那这台16寸的 M5 Max 的 MacBook Pro 整机功耗接近140瓦，其中 SoC 功耗70瓦这个比前代稍微高一点。那很明显的，模具的充电功率已经限制了性能发挥。那 CPU 和 GPU 的温度这时候其实也就75度左右，这散热余量还很大那两台14寸机型明显解热能力会差一点，都只能跑到整机90瓦 ，SoC 55瓦左右，CPU 温度80度左右 ，GPU 温度接近90度那不管是哪台 MacBook Pro 都没办法喂饱 M5 Pro 和 M5 Max 处理器。当然 Mac 呢确实还是有个传统优势，那就是说离电和插电性能释放完全相同，这一点呢是比相同定位的这些 Windows 笔记本要好的。那测到这里不得不感叹一下当年 M1 Max 推出的时候，同样是这套模具，当年的 MacBook Pro 满载风扇都不带转的。
我当时觉得这是给后来留出的余量啊，那没想到到了 M5 Max 这一代，这套模具的散热能力已经捉襟见肘了。看来 MacBook Pro 的确该迎来大换代了啊。那测完了常规的生产力项目，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 Mac 不那么擅长的领域了。M5 系的 GPU 进步很大，在游戏里又表现如何呢？我们选择了4款游戏来看看 M Pro 和 Max 到底表现如何。2077、Control 和《博德之门3》3款游戏已经是 Mac 平台原生的游戏了，而《生化危机9》呢，则是目前先进的硬件杀手之一啊。我们使用 Crossover 转译运行，来看看转译之后 M Pro 和 M Max 游戏性能到底如何。我们先从2077开始啊，我们在2077里呢分为了2个测试场景，分别是游戏自带的 benchmark 和狗镇的跑图。那其中游戏自带的 benchmark 主要考验 GPU 的能力，而狗镇跑图还需要 CPU 的性能足够强。因此 benchmark 我们测试了2560×1440分辨率下的超级特效加质量档超分、不开光追和光追超高2档画质设置。狗镇跑图则使用1080p 低特效加质量档超分来进行测试。那我们先来看游戏自带 benchmark 里的表现。那这里呢 M5 Max 在不开光追时接近 M3 Ultra， 比 M4 Max 强一些，在开启光追之后则成为了 Mac 阵营里最强的选手。那这代在开启光追后的性能损耗明显好于前代的 M7 处理器。那 GPU 的光追效率呢还是提升很显著的。但是 N 卡在游戏里的表现依然非常强而有力，即便是5060都有着接近 M5 Max 的帧数。你不要小看老黄的游戏驱动优化啊，N 卡在这里的积累并不是 GPU 理论性能够强就可以抹平的。而在狗镇的跑图测试里呢 ，M5 Max 的 CPU 部分则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满血的 M5 Max 在这里的成绩大幅甩开了 M3 Ultra， 同时也大幅甩开了275HX 平台。M4 Max 和 M5 Pro 的表现呢，则一定程度上被 GPU 所拖累了。不过，苹果这颗 CPU 在游戏里的表现确实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有点茶饭地的感觉。博德之门3里 M3 Ultra 凭借着巨大的规模优势，依然是 Mac 阵营里最强的水平。M5 Max 在这里呢，比 M4 Max 有20%的跨代提升。M5 Max 和 N 卡对比的话，依然是介于5060和5070 Ti 之间的水平，和2077里的段位差不多。那至于5090的机型呢，纯粹是因为275HX 拖了后腿。那另一个原生游戏 Control 里面的 2K 分辨率不开光追也不开超分 ，M5 Max 比 M3 Ultra 明显要弱一些，比 M4 Max 的提升也不大，和 N 卡对比只能说小幅领先于5060啊，和5070 Ti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但这代的光追能力确实强大，在开启质量档超分加光追超高之后 ，M5 Max 的成绩就会超越 M3 Ultra， 和 M4 Max 的差距也会来到很可观的45%左右，和 N 卡对比呢，则介于5060和5070 Ti 之间。最终，我们还测试了转译运行的《生化危机9》，光山化最高特效下 ，M5 Max 的帧数表现小幅超越了 M3 Ultra， 和 M4 Max 拉开了比较可观的差距。那 N 卡这边呢，5070 Ti 和5090当然依然很强，但是5060呢似乎出现了爆显存的情况。那帧数表现啊，仅仅强于 M Pro 啊。那老黄的这个震惊显存啊，毕竟还是太值钱了。那游戏测试测下来呢 ，M5 Max 在 Mac 自家阵营里表现是很强的，基本上可以做到不开光追接近 M3 Ultra， 开启光追后超越 M3 Ultra。但是和 Windows 阵营的游戏本相比啊，虽然 GPU 的理论性能变强了，但是 N 卡在驱动上的优势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接近的。理论性能和5070 Ti 接近的 M5 Max 在实际游戏里顶多也就是个5070的水平。不过我猜很少有人会专门为了打游戏买一台这么贵的 MacBook Pro 啊。那我还是得说，目前的 Mac 上游戏生态已经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了。至少现在你在 Mac 上已经可以正常运行相当多的游戏了，这在前几年甚至是英特尔 Mac 的时代是想都不敢想的。我们最近也进行了一次 Mac 游戏兼容性的大摸底测试，你能看到 Mac 的游戏生态的确在逐渐变好。能有这样的趋势，还是因为 Mac 在用自家芯片以后呢，性能确实在逐年拔高。当年英特尔 Mac 时期顶配的 MacBook Pro 用的 A 卡，性能在当时也只能说捉襟见肘。低配型号的那个英特尔核显更是可以说无可救药啊。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M 系列处理器确实很大程度上重塑了 Mac 的生态表现。那么整个测试做下来 ，M5 Pro 和 M5 Max 的性能表现是有目共睹的 ，CPU 部分是非常强啊，基本上就是目前移动端最强的 CPU 性能，单核和多核性能都是天花板水平。唯一的问题是，这代 MacBook Pro 的模具散热能力已经开始有点跟不上 CPU 的发展了。不过即便如此啊，10寸的 MacBook Pro CPU 性能在同尺寸产品里也是独一无二、遥遥领先的水平。那 GPU 部分呢，理论性能和生产力软件当中的表现非常强，尤其是光追性能相较于前代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但游戏里受制于生态和驱动优化的功力，依然无法和 N 卡平起平坐。但这依然是 Mac 历史上游戏性能相对最佳的水平。
并且呢，它们有着 AI 性能上的巨大优势。不论是新加入的神经网络加速器，还是巨大的显存容量，对于本地 AI 应用来说，目前的 MacBook Pro 都有着难以替代的优势。对于推理应用来说，目前的 Mac 平台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平台。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代 M Pro 和 Max 取消了1核，这会不会影响它们的续航表现呢？我本来是非常担心这个问题的，不过实测之后，这代的续航完全保持了 MacBook 一如既往的顶级水准。16寸的 MacBook Pro 顶配跑出了13小时50分的成绩，比前代的 M4 Max 更长。14寸的2台机型表现也都超过了13小时，看起来你是完全不需要担心它们的续航表现的，依旧强而有力。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对 M Pro 和 M Max 性能测试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我们做这样的视频，请长按点赞键支持我们一下，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